她本是上流社会的富太太，却放弃了千万家产周游世界。在走过40多个国家后，她才终于知道关于生活的真谛。安妮是一名《纽约时报》的女作家，一次出差来到了巴厘岛，她遇见了当地著名的巫师赖叔。赖叔看着安妮的手掌说道：“你这一生会有2次婚姻，一次长久，一次短暂。半年后你会失去所有的财产，但未来这些都会回到你身边。”安妮听后并没有放在心上，只觉得这不过是巫师的忽悠罢了。然而在结束出差回到纽约后，安妮忽然觉得生活变得无比乏味。在外人看来，她的丈夫英俊潇洒，事业有成，还十分温柔体贴，但只有安妮明白，他们的步伐愈发不合拍。丈夫一直想要孩子，但看到身边刚生产的朋友身材的变化以及聚会上频繁换尿布的琐碎，安妮心中不禁涌起一阵抵触。她好奇地问朋友：“什么时候打算要的孩子？”朋友从一旁拿出一个装满婴儿用品的箱子，原来这些物品早在结婚前就准备好了。安妮则笑着回应，她也有一个相似的箱子，里面却全是国家地理的杂志。回家的路上，丈夫告诉安妮，她决定回到学校深造，争取考个硕士学位。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让安妮有些愣神。她是个性格率真、随性而活的人，喜欢到处游历，而丈夫在中年后却愈发追求稳定。晚上躺在床上，安妮突然做出了一个决定。起初她以为这只是深夜的玩笑，然而次日与律师事务所的会面，丈夫才知道妻子并没有开玩笑。尽管安妮提出净身出户，丈夫却坚决不想离婚。安妮理解丈夫的留恋，心中也充满了愧疚，但生活的琐碎已经消磨了她对丈夫的爱。除了愧疚，她别无选择。没过多久，丈夫最终同意了离婚。安妮在朋友的提议下，尝试开始了一段新的恋情。这段新关系暂时缓解了之前感情的厌倦，但它也带来了新的困惑。从15岁开始，安妮的生活里总是围绕着男性，她几乎没有经历过长时间的单身生活。这种模式使她逐渐丧失了自我认识。每当感情开始走向平淡，安妮就会感到极大的不安。最终在一次和男友的争吵中，安妮意识到逃避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。她开始思考自己真正需要什么。为了重新找回对生活的热爱，安妮决定独自一人去异乡旅行。安妮的旅行第一站是热情洋溢的意大利。她租下了一个有点破旧的公寓，房东唯一的要求是不允许男性过夜。Voi ragazze americane, quando venite in Italia, volete solo pasta and sausage. 对此安妮也没说什么，因为她已决定短期内不再让男人影响她的生活。在这里，她学习当地人的生活方式，尝试着吃冰激凌，品尝各式意大利佳肴。这一切新鲜事物逐渐填补了她的内心空虚。她在这里交了新朋友，并且请了一位语言老师教她学习意大利语。但不久，安妮开始感到内疚，因为除了享受生活，她似乎忘了工作。几周下来，一篇稿件也未曾完成。You feel guilty because you are American.You don't know how to enjoy yourself. 新朋友说道，美国人擅长制造娱乐，却不太懂得如何享受真正的快乐。相比之下，意大利人是寻找快乐的大师。在这种影响下，安妮逐渐融入了当地轻松的生活节奏。她不仅学会了用手势交谈，还能熟练地点名各种意大利菜肴。Un piattone di carciofi alla giudia, prosciutto e melone e melanzane e ricotta affumicata.Poi spaghetti alla carbonara, poi trippa alla romana e salto in bocca e altri 2 litri di vino sfuso di Cinzano. Grazie. Brava! 在布勒斯，他尝试了双倍芝士的披萨，不再担心体重问题，而是自信地选择了合适的新装，穿着它们只为取悦自己。当他游历古罗马建筑群时，安妮顿悟到，即使在被称为永恒之城的罗马，一切都在随时间改变。那么他又怎能期待感情能够永远不变呢？ Ruin is a gift.Ruin is the road to transformation. 安妮向前男友写了一封信。Both of us deserve better than staying together because we're afraid we'll be destroyed if we don't. 彻底告别了过去的感情，并再次启程。这次他的足迹落在了印度，这里的拥挤与贫困超出了他的预期。在离婚后的困惑时期，他曾被朋友推荐尝试冥想，于是他来到一所修道院学习。然而，安妮始终无法沉浸在冥想的状态中，甚至在一次冥想中睡着了。Fell asleep.Yeah, pity. Probably the only person in the world ever fell asleep during meditation. 这个老头来自德州，他讲话的方式让人难以接受，两人的关系并不融洽。即便是在冥想中，安妮的心也在别处飘飞。她或是在想如何布置自己的冥想室，或是在想别人如何能够如此有耐心。这时老头告诉她，应该像挑选衣服一样，仔细选择自己的情绪。 You want to come here and you want to control your life so bad, work on the mind. And that's the only thing you should be trying to control. 安妮坐在花园里，感觉到冥想确实有所帮助。然而在她将所有杂念都放下之后，她开始感受到对前夫的愧疚。他们的婚礼是如此幸福，
他曾以为找到了能与之共度一生的人，但最终安妮还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。她感觉到丈夫从未真正原谅过她，她也一直无法释怀。听闻此事，老头向她分享了自己的经历。他以前常因不满现状而借酒消愁，一次醉酒驾车时，差点撞到在车库门口等待自己的儿子。But he got out of the way. Next day I woke up and they were gone. My wife's been watching what happened out the window. She just wasn't gonna do it anymore. 老头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深感后悔，他错过了儿子10年的成长，并且未能履行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。他劝安妮在离开印度前学会原谅自己，因为只有原谅了自己，生活才能走出困境。安妮回想起离婚时的种种混乱和前夫绝望的挽留，她后悔没有更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挣扎和困惑，而是把痛苦留给了那个还未走出阴影的人。她决定以自己的方式和他告别。她在想象中与他一起重温婚礼上的舞曲。I still love you. But there's a So miss me. It won't last forever. Nothing does. 安妮在得到老头的建议后，感觉像是卸下了沉重的负担，她的灵魂仿佛摆脱了枷锁。不久之后，她离开了印度。那时的她已经学会了自我反省和情绪控制，能够自如地面对生活中的诸多挑战。旅程还在继续，应着1年前赖叔的邀约，她来到了巴厘岛。You leave. You came back. I came back. You. Me. 于是安妮便在巴厘岛住了下来。安妮每天保持冥想的习惯，白天游览巴厘岛的美景，下午则去拜访赖叔，进行一些简单的冥想练习，也是静心微笑。然而赖叔向他指出，真正的微笑并非一时，需要学会发自内心的微笑。开始的日子，安妮过得舒心快活，直到一次小事故让她认识了巴西人杰克。由于小腿受伤，杰克把她送到了一个医生那里接受治疗。这位医生是个离婚并带着孩子的单亲妈妈，她能够理解安妮的处境，两人因此成为了朋友。在不久后的一个派对上，安妮再次遇到了杰克，他对之前的事故感到非常愧疚，并坚持要开车送安妮回家。杰克告诉安妮，他与当地人相处得很好，如果需要，他可以充当一个合格的导游。安妮对他的印象很好，也乐意与他成为朋友。他们一起在热闹的集市上游玩。杰克向他介绍了各种他从未见过的水果。杰克的护照上有46个章，而安妮则有49个。We are both Andalusians, my dear. What is that? 那是一种中间状态，远离安逸的家庭生活，更倾向于在不确定的边缘寻求灵感。安妮深受触动，这正是自己长期以来的生存方式，竟然被一个几乎不相识的人如此准确地描述了出来。杰克曾有过一段婚姻，还有一个成年的儿子。安妮和他相处得非常愉快，并且可以看出杰克是一个尽职的父亲。在一次共同的旅行中，杰克的儿子暗中促成了他们的关系。 Dad, it's been 10 years. It's time. 很快他们便坠入了爱河，沉浸在恋爱的甜蜜中。安妮几乎忘记了与赖叔的定期冥想，已经2周未曾前往。不幸的是，他因为过度放纵而患上了膀胱炎。看到安妮情绪不高，医生安慰她，提醒她恋爱初期很多人都会有些迷失。这位医生自己的生活也颇为艰难，头上还有因前夫施暴而留下的伤疤，为了女儿的抚养权背上了债务。母女俩只能居住在狭小的药房里。想起刚见面时，医生的小女儿拿着一片瓷砖碎片，未来她希望自己的家能铺满这种蓝色的瓷砖。安妮在即将迎来的生日之际，给朋友们写了一封信。往年她总是会举办一场奢华而疯狂的生日派对，但今年她希望朋友们能把买礼物的钱用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。她把医生的故事告诉了朋友们。生日那天，她带着$18,000来到了医生的家，帮助他们实现一个宽敞的居住环境。同时，安妮也收到了杰克为她精心准备的礼物，一场前往附近小岛的旅行。杰克告诉她，尽管他的生意在巴厘岛，但他知道安妮的朋友们都在纽约，距离会成为他们之间的难题，因此他包下了一个小岛，希望能为他们打造一个没有负担且包容彼此差异的家。然而看着杰克全心全意地将他内入他的未来，安妮却感到异常惶恐。她不知道这样的改变对自己来说是否真实，是否会影响她好不容易获得的生活平衡。经过一场激烈的争执，安妮决定返回美国。在离开之前，她拜访了赖叔。 You still smile with your liver, like I tell you. Yes. You still meditate like your guru in India, did you? 安妮坚定地回答了赖叔。 Sometimes to lose balance for love is part of living balanced life.
赖叔的话如清风拂面，让他顿悟：真正的自我保持，并不是拒绝改变，而是要听从内心的声音。失去平衡的爱情，或许也是另一种心灵的平衡。带着这样的认识，最终他在那个海滩上找到了杰克，决定这次要勇敢地投入到爱情中，全身心地感受生活的美好。生活没有标准答案，重要的是保持开放和成长的心态。安妮最终的选择不是达到某个固定状态，而是学会接纳变化，倾听内心，勇敢前行。